2026年7月6日，中国国家航天局发布了一则消息，天问2号探测器已经成功抵达首个目标小行星 2016HO3， 并正式开启科学探测。看到这条新闻，不少人的第一反应可能是，不就是飞到一颗小行星旁边吗？这有什么了不起？如果你也这么想，那只能说明真正精彩的部分还没有开始。因为对于航天任务来说，抵达往往只是第一步，真正困难的是后面的每一步。如何靠近，如何伴飞，如何完成采样，如何安全离开，再如何跨越数千万甚至上亿公里，把珍贵的样品完整送回地球。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，都可能意味着整个任务功亏一篑。也正因为如此，截至今天，真正完成过小行星采样返回任务的国家依然屈指可数。而天问2号正在向这个世界级难题发起挑战。不过，还有一个问题更值得思考：太阳系里的小行星数以百万计，大的小的都有，为什么中国偏偏选择了这颗编号叫 2016HO3 的小行星？它到底有什么特别之处？2016HO3 还有一个更容易记住的名字，卡莫欧阿莱瓦 （Kamo Hawa）。这个名字来自夏威夷语，大意是围绕着不停摆动的碎片。它的直径只有大约40到100米，甚至还没有一个标准足球场长。如果放到太阳系中来看，它几乎就是一块毫不起眼的石头。但就是这样一块石头，却吸引了全球天文学家的目光。原因就在于它的轨道非常特殊。它并不是围绕地球运行，因此严格来说，它不是地球的天然卫星。它真正绕行的中心依然是太阳，但是它绕太阳公转一圈所需要的时间与地球几乎完全一致。由于这种特殊的轨道共振关系，从地球上看，它仿佛一直陪伴着地球一起绕太阳运行，因此科学家把它称为地球准卫星。很多媒体也喜欢把它称为地球第二个月亮。不过，这种说法并不严谨。截至目前，它已经以这种特殊的方式陪伴地球运行了约100年，未来预计还将持续数百年。也正因为距离相对较近，轨道稳定，它成为人类开展近地小天体探测和采样任务的理想目标之一。不过，这还不是它最吸引科学家的地方。真正让 2016HO3 成为研究热点的是另一个更加大胆的猜想。几年前，天文学家利用大型望远镜对 2016HO3 进行了光谱观测。所谓光谱，你可以理解为天体反射太阳光后留下的一张成分身份证。不同的矿物、不同的元素组成，会留下不同的光谱特征。令人意外的是， 2016HO3 表现出的光谱特征与人类从月球带回的部分岩石样品非常接近。于是，一个大胆的假说被提了出来。它会不会根本不是一颗普通的小行星，而是一块来自月球的岩石？科学家的设想是，在几十万年甚至几百万年前，月球曾遭受过一次剧烈撞击，一部分岩石碎片被撞击产生的巨大能量抛离月球，最终逃脱了月球和地球的引力束缚，进入绕太阳运行的轨道。其中极少数碎片最终演化成今天这样的地球准卫星。如果这一假说成立，那么 2016HO3 就不仅是一颗近地小行星，它还有可能是人类目前最容易获取的一块月球远古碎片。当然，目前这还只是科学假说，并没有最终定论，因为无论望远镜拍得多清楚，光谱分析做得多精细，都无法完全代替实验室里的直接检测。想知道它到底是什么，只有一个办法，把样品带回来。而这也正是天问2号此次任务最重要的目标之一。但是说起来容易，做起来却异常困难。很多人觉得，不就是从一块几十米大小的石头上取点样品吗？事实上，真正的难度远远超出大多数人的想象。为什么全世界真正掌握这项技术的国家如此之少？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小行星采样到底难在哪里。很多人可能会觉得，一块直径只有几十米的小行星有必要搞得这么复杂吗？如果真这么想，那恰恰说明小行星探测最困难的地方并不是大家想象的那样，甚至可以说越小反而越难。为什么？因为它几乎没有重力。我们平时已经习惯了地球上的一切，飞机可以降落，汽车可以停稳，宇航员登陆月球也能够稳稳地站在月球表面，这是因为它们都有足够的引力把物体牢牢吸住。
但2016 HO3 完全不是这样，它的直径只有几十米，质量非常小，表面的引力几乎可以忽略不计。如果一个人在它表面轻轻跳一下，很可能就再也回不来了。探测器也是一样，它不能像登陆月球那样缓缓降落，更不能长时间停在那里。稍有不慎，就可能直接弹飞或者撞击表面，导致整个任务失败。所以，小天体采样，更准确地说，不是降落，而是一次精确到秒甚至毫秒级的轻轻触碰。探测器必须在高速飞行中控制好自己的姿态和速度，与小行星完成一次极其短暂的接触，在极短时间内完成采样，然后立即离开。整个过程对导航、控制和自主决策能力都提出了极高要求。而这仅仅只是第一道难关。真正开始执行任务的时候，还有一个更大的问题：你怎么找到它？别看现在新闻里说天问2号已经抵达2016 HO3，可要知道，它并不是静止在那里等着探测器飞过去，它一直在绕着太阳高速运行。与此同时，地球也在绕着太阳运动，天问2号自己同样在高速飞行。换句话说，这其实是3个高速运动的天体在浩瀚的宇宙中完成一次精准汇合。哪怕轨道计算出现极其微小的误差，经过几亿公里的飞行之后，偏差都可能放大到几十公里、几百公里，甚至直接与目标擦肩而过。因此，探测器飞行过程中需要不断修正轨道，而到了距离目标越来越近的时候，仅靠地面已经来不及指挥了。为什么？因为距离太远，无线电信号在宇宙中虽然以光速传播，但依然需要10几分钟甚至更长时间才能往返一次。如果地面发现探测器姿态有问题，再发出修正指令，往往已经晚了。所以，最后的接近、伴飞、测绘，甚至采样动作，都必须由探测器自己完成。它需要依靠光学相机、激光测距、惯性导航等设备，实时判断目标的位置、姿态和自转状态，再不断调整自己的飞行轨迹。也就是说，在距离地球数千万公里之外，它更像是一位独自工作的宇航员，而不是一台等待遥控的机器。即便顺利完成采样，任务也远没有结束，因为还有最后一道，也是最关键的一道难关——回家。很多航天任务最大的挑战其实不是飞出去，而是飞回来。探测器必须带着样品重新踏上返回地球的旅程。经过漫长的深空飞行，在恰当的时间、恰当的位置释放返回舱。如果时间早一点或者晚一点，返回舱都有可能与地球失之交臂。而当它重新进入大气层时，速度将达到每秒10几公里，表面温度可迅速升至数千摄氏度。这对返回舱的热防护、姿态控制和落点精度都是严峻考验。所以你会发现，小行星采样真正考验的从来不是某一项单独技术，它考验的是一个国家是否具备完整的深空探测能力，从轨道设计到自主导航，从微重力采样到高速返回，再到样品安全回收，每一个环节都不能出现明显失误。也正因为如此，放眼全球，真正完成过小行星采样返回任务的国家，至今依然只有少数几个。那么问题来了，第一个成功把小行星样品带回地球的是谁？美国、中国、日本又分别走出了怎样一条不同的发展道路呢？其实答案可能和很多人想的不一样，很多人第一反应会觉得美国航天实力最强，第一个完成小行星采样返回任务的应该也是美国。但事实并非如此，真正率先突破这项技术的是日本。时间回到2003年，日本发射了隼鸟号探测器，目标是一颗名叫密川的小行星。当时没有任何国家知道小行星采样究竟该怎么做，一切都只能靠摸索。任务执行过程中，隼鸟号接连遭遇推进系统故障、姿态控制异常、通信中断等一系列问题，几乎每一步都在挑战极限。甚至连采样装置是否正常工作，当时都无法完全确认。很多人一度认为这次任务已经失败了。然而，让全世界都没有想到的是，2010年，隼鸟号返回舱最终还是成功回到地球。科学家打开密封舱后，在里面发现了数千颗微米级的小行星颗粒。虽然这些样品加起来的重量几乎可以忽略不计，但它们却创造了历史。这是人类第一次成功把小行星样品带回地球，
从零到一永远是最困难的一步。也正因为如此，日本成为全球公认的小行星采样返回技术开拓者。有了第一次的经验，日本并没有停下脚步。2014年，隼鸟2号再次出发，这一次它的目标是另一颗近地小行星龙宫。与第一次相比，隼鸟2号的技术更加成熟。除了完成采样之外，它还完成了一项此前从未有人尝试过的任务。探测器向小行星释放撞击器，人为制造出一个新的撞击坑，在采集内部没有长期暴露在宇宙环境中的物质。为什么要这样做？因为长期暴露在太空中的岩石会不断受到太阳风、宇宙射线和微陨石撞击的影响，表面成分可能已经发生变化，而地下的新鲜样品更接近几十亿年前太阳系形成时的原始状态。2020年，隼鸟2号顺利将样品送回地球，直到今天，科学家仍然不断从这些样品中获得新的发现。可以说，日本证明了一件事儿：小行星采样返回不仅可以做到，而且能够持续产出高价值的科学成果。那么美国呢？美国虽然起步稍晚，但一出手就把目标放得更大。2016年，美国发射了 OSIRIS-REx 探测器，前往近地小行星贝努。2020年，探测器成功完成采样。2023年，样品顺利返回地球。NASA 公布，这次任务共带回约121克小行星样品，是当时人类带回地球数量最多的一批小行星样品之一。更重要的是，科学家在这些样品中发现了丰富的含碳有机分子、含水矿物以及多种对研究太阳系早期演化具有重要价值的化学成分。这些研究成果至今仍在持续发表。完成样品返回后，这项任务并没有结束。探测器经过调整后，已经踏上新的旅程，飞往另一颗备受关注的近地小行星阿波菲斯，继续执行延伸探测任务。如果说日本完成的是从无到有的突破，那么美国则进一步把小行星样品的科学研究推向了新的高度。说到这里，很多朋友可能会问，那么中国呢？中国是不是只是在重复别人已经做过的事情？答案同样是否定的。天问2号当然借鉴了国际深空探测的发展经验，但它并不是简单复制已有任务。按照任务规划，在完成2016 HO3 采样并把样品送回地球之后，主探测器并不会退役，它将借助地球引力再次加速，飞向第二个目标主带彗星 311P。也就是说，一次发射一台探测器要完成2种不同类型小天体的探测任务。这不仅意味着任务周期更长，对能源管理、轨道设计、自主导航和探测器长期可靠性的要求也更高。当然，这并不意味着难度一定高于其他国家的所有任务，因为不同任务的目标、设计理念和科学重点各不相同，很难简单比较。但可以确定的是，天问2号正在探索一条属于中国自己的深空探测路线。这里是宇宙之思，宇宙很大，人类很小，但是探索星辰大海，我们从未停步。